狂風肆虐嘅沙海之中，驚世寶物頻頻現身。風沙大的，那一邊暴露。價值連城嘅金棺出土，引發重重迷霧。屬於真嘅人氣。神秘嘅草原霧狀群，究竟仲收埋幾多秘密啊？解密大行動，馬上為你解密金棺迷蹤。呢日晏晝，美麗嘅鄂爾多斯草原上面，突然之間出現咗一個人影。呢個人左望望右望望咁，似乎喺度揾緊啲乜嘢。只見佢嚟到一笪地方之後，好快脆就獨自咁轉咗起身。呢個人頭耷耷，仔細咁望住腳下面嘅泥土，時不時攞把鏟係咁鏟幾下。而就喺呢個時候，鏟咗幾下之後，呢個人突然之間踎低，好快脆從地下執起咗一樣嘢，攞喺手上面仔細咁睇。慢慢咁，佢面上面露出咗好會心嘅笑容，似乎今次又有一個好大嘅收穫嘅。阿魯柴登村係內蒙古自治區入邊嘅一條村落。據嗰度嘅村民講啦，喺上個世紀嘅80年代之前啊，每當呢度翻完風，又或者係牧民去到呢度放牧嘅時候咧，或多或少都可以執到啲寶貝嘅噃。當時啲村民咧就有眼不識金鑲玉啦，執咗翻嚟之後，好平好賤咁就賣咗俾人。後嚟先知道，哎呀，原來自己執到噶，件件都係價值連城嘅寶貝啊！個個都後悔，個個都生笨啊！咁講翻啦，嗰啲咁神秘嘅寶物係咩嚟噶？佢哋點解會咁頻頻現身嘅呢？阿魯柴登村位於鄂爾多斯杭錦旗西南大概30公里處，呢度曾經一路係大家口中所討論嘅聚寶盤。根據當年文物普查工作者嘅介紹，之前牧民執到嘢之後，通常都會以一個好低嘅價錢賣去廢品收購站。偶爾呢，附近嘅村莊一啲行家仲會去村入邊進行收購添。他把這個撿到以後拿回去以後，他們當時也沒有什麼文物意識，是說把這個收藏起來或者是什麼，沒有這個概念。他只不過就是這是個桶，賣到這個廢品收購點，賣錢了。收到這個他們收廢品收購點拿過去以後，也用回去以後毀了啦，這大部分都破壞了。阿魯柴登村呢個人煙稀少、總人口唔夠1000人嘅小村莊，點解會頻繁出現咁多咁靚嘅寶貝㗎？1000年之前呢度究竟有住一段點樣嘅文明啊？呢一片睇起身普普通通嘅草地之下，究竟仲收埋咗幾多不為人知嘅秘密啊？直到上個世紀嘅70年代，當地牧民放羊嗰陣時，一次無意嘅發現，先至揭開咗阿魯柴登嘅神秘面紗一角啊！在1973年的春天，我放羊的時候在沙丘裡面，在不遠的時候看見是好像什麼東西閃光的一個東西。究竟係乜嘢嘢喺度閃閃亮呢？唔通係寶貝？好奇嘅老李直接向發光嘅地方行咗過去。當佢行到埋側跟嘅時候，佢發現泥沙入邊好似埋藏住一個造型好奇特嘅嘢。我就慢慢就走到跟前一看是什麼東西，後來我就把這個東西慢慢就挖的以後挖出來。當時我也識別不了是什麼東西。呢個究竟係一個點樣嘅寶貝呢？老李好好奇啦，佢將呢樣嘢棄咗出嚟啦，喺太陽底下仔細咁一睇，哎呀，佢居然發出咗好耀眼嘅金光！金光，唔通佢係黃金做嘅？哇！如果係真係黃金，咁啊真係地上執到寶，問天問地攞唔到啦！咁呢樣嘢又係邊個賴低喺度噶？當時發現我就把這個撿起來以後，我當時看了四周是不是會有人，或者是丟在這個地方放這個地方，我看了下四周都沒人，
后來這個是我就把這個接起來就裝在袋盒。翻到屋企嘅老李，佢成日不斷咁諗緊一個疑問。嗱，寶貝發現地嘅附近不嬲都冇人住噶啦，除咗話偶爾放羊經過嘅牧民之外，嗰度冇乜異常現象嘅。咁呢樣嘢邊個擺喺嗰處噶？通過對呢樣嘢嘅研究，老李肯定咗自己當初嘅猜測，呢樣嘢應該係用黃金做噶啦。左諗右諗之後，老李好小心咁將呢樣嘢收埋喺自己屋企客廳嘅梳化底啊。後來我想是這是什麼東西，那我也就識不了這是。自己執到嘅呢個寶貝究竟係一個乜嘢嘢呢？點解會出現喺荒地入邊啊？攤喺張床度嘅老李點嚟點去，點都瞓唔着。嗱，佢都問過村上面呢啲大年紀嘅人啦，然而等待佢嘅除咗失望，都仲係失望。大部分青銅器都是那個以動物為主的些小件兒，還有一些那個動物拍攝，就這類小東西。老李放羊嗰陣時啊，執到黃金寶貝啊！呢個信息不脛而走。生活喺呢度嘅牧民，除咗偶爾可以執到一啲好細件嘅銅器飾品之外，好似老李咁執到黃金寶貝，大家都係頭一次見到啫，冇人可以作出一個好合理嘅解釋。直到有一日，一位朋友嘅到訪，先至幫佢解答咗困擾自己好耐嘅謎題啊！是背後這是文物，文物那我想是把這個是賣掉，最後呢是在文物不能賣掉，這是國家不允許。後來我就交給當地文物局。當老李帶住文物嚟到咗韓錦旗文管所嘅時候，文管所嘅工作人員啊，擘大個口得個窿啊！喺請示咗上級有關部門批准之後，好快脆就對金棺發現嘅地方呢展開咗一系列嘅考察工作。通過初步嘅發掘，考古人員並冇發現墓葬有被盜嘅痕跡，並且喺對周圍進行咗分析嘅時候，仲好意外咁發現咗14座墓葬啊74年我們一共發現了14處墓葬。14座墓葬一齊出現，好快脆引起咗專家嘅注意。有專家推測啦，唔通呢啲墓葬係屬於家族墓葬？金棺會唔會只不過係佢嘅冰山一角啊？呢個推測無疑係幫呢啲考古工作者打咗一支興奮劑啊！然而，隨住墓葬發掘嘅進程，呢個推測呢不攻自破。但是這個14處墓葬不是同一個地方，就是北面一部分，這面它沒有很規整性的，它沒有這個沒有那種家族那種擺設那個墓葬。之前考古人員所發現嘅家族墓葬排列得係非常之咁整齊有序嘅，絕對唔會好似依家呢14座墓葬咁立亂。就算係咁，考古工作者對今次嘅發掘仍然係有住好強烈嘅信心。好快脆啫，發掘現場嗰邊就傳嚟咗一個令人振奮嘅消息。考古工作者喺金棺出土地發現咗一處墓葬，經過專家認定，呢度係一處土坑墓，並且從墓葬入邊並冇發現棺槨，地方亦都唔屬於中原地區。專家由此推斷，墓主人嘅身份係一位少數民族嘅權貴。他那個墓葬形制呢，和中原地區呢有相同之處，但是呢也有不同之處。它最大特點呢，它就是它的墓葬形制呢，相對來說要比較小一些，它沒有更多的像棺椁的那麼多雙重的設置。隨住墓葬嘅不斷發掘，考古工作人員喺呢個墓葬入邊發掘出咗一件又一件嘅金銀器以及青銅器。好快脆，考古人員就陷入咗深深嘅迷惘之中啦。成個墓葬得幾個平方米咁大嘅啫，深都係1米，入邊嘅陪葬品嘅數量竟然就咁驚人。咁呢座墓葬嘅主人會係邊個啊？呢個發現啊，令到在場嘅考古工作者個個都好興奮啊！另外嗰10幾座墓葬會唔會都同呢座墓葬一樣啊？有住咁豐富嘅考古價值啊！
好快脆，呢座墓葬嘅考古發掘工作進入尾聲啦。考古隊員除咗喺金棺出土地發現咗數量驚人嘅文物之外，其餘嗰10幾座只不過係普通人家嘅墓葬啫，並冇出土啲咩珍貴嘅陪葬品。正因為呢一座咁細嘅墓坑入邊發現咗數量咁驚人，而且規格咁高嘅文物，因此今次考古發掘亦都被列為咗當年嘅內蒙古10大考古發現之一啊！金棺發現之後，引起咗學術界嘅高度重視，圍繞住佢，專家進行咗好詳細嘅研究。這個英姓金棺那個墓主人呢，發現以後呢，我們也進行大量的推測。他那個根據他出土的器物來看，他的年代呢屬於戰國晚期。通過隨葬這些器物呢，它是屬於北方早期畜牧民族的物質文化遺存。它主要呢是一個是隨葬器那個隨身佩戴的器物，這個等級呢非常非常高，都是金器、銀器之類的東西。再一個呢，它就是以殉葬這種馬、羊這種動物來作為一種特性。這個和中原地區截然不同。戰國時期嘅鄂爾多斯曾經係匈奴民族頻繁活動嘅區域。考古專家對墓葬周圍進行咗仔細嘅調查之後，發現呢一帶仲有住古人居住過嘅遺址。當時他這個地方在這個戰國時期居住過一段時間，但是居住它是時間不是那麼很長，也就是住個100來年，也就是最多了，100來年，但沒有什麼那個穩定性、長期性居住沒有，也沒有什麼那個城子了什麼東西。但是其他那個他那個活動過的遺址，居住過的遺址還是有的，有的。嗱，我哋都知道游牧民族咧係逐水草而居嘅。由此我哋可以得知，2000年前嘅呢度肯定係水草茂盛、環境優美㗎啦。咁多嘅金銀飾品從呢度出土，無不顯示住墓主人生前顯赫嘅身份啊！但係出土墓葬當中冇任何嘅文字記載，專家只能夠從出土嘅文物以及翻閱資料，得出咗一個關於墓主人身份嘅基本推測嘅。那麼通過文獻記載，我們可以知道，相當於戰國時期的活動在鄂爾多斯地區呢，在文獻上有匈奴的白羊王，還有靈虎王，有這些人的部族。因為這個墓葬的等級呢特別的高，像隨葬這個出土這個英姓金棺呢，在世界上發現的也數量非常非常的少，在中國呢這是唯一的一具。所以通過這個這麼高等級的墓葬，通過它文化特性、文化屬性來判斷呢，它應該是屬於中國早期北方民族一個部落王或一個部落首領的墓葬。那麼這個部落首領很有可能就是屬於靈虎或者是白羊某一個王的墓葬。金棺係中國迄今為止唯一發現嘅一個壺棺。金棺嘅文物價值唔單止令到佢成為咗當地博物館嘅鎮館之寶，而家咧亦都成為咗鄂爾多斯市嘅城市象徵添啊！但係圍繞住呢個金棺，考古人員就發現啦，喺內蒙古地區咁多年以嚟，並冇發現古代金礦開採嘅遺跡噃。咁戰國時期嘅人製造金棺嘅原料，即係嗰啲黃金咧，係點嚟噶？唔好心急，廣告翻嚟之後繼續為你解密。金棺圖案引發猜想，它主要是以動物為主，各種銅器揭示游牧文化，體現咗他們高尚的民族氣節。解密大行動稍後繼續解密。青菜咧，細路仔緊食，真係擔心佢長唔好。QQ 星營養均衡型，6大類營養精華，50種天然食物，營養唔缺失，成長更出色。仲要再均衡營養，助力成長。奧運代表團乳製品。陳怡，彩虹糖，真人，玩味無限彩虹糖。當你努力工作，你的細胞是否跟你一樣
伊利舒化奶营养细化为小分子，更易吸收，身体和你一起冲，营养好吸收，精力更充沛。 CPP 新品上市，伊利。我訂本書到未啊？未到喎。呢個我都話未到落。聽日再嚟試下啦。德芙縱享絲環。廣告翻嚟，繼續解密大行動。嗱，前面講到啊，考古專家喺內蒙古鄂爾多斯發現咗我國早期北方民族部落首領嘅一個墓葬群，並且發現咗大量嘅青銅器同埋金銀飾品。專家喺對當地嘅地質條件進行勘探之後，了解到呢度出土嘅大量金銀飾品嘅可能性。嗱，其實大概喺1億年前嘅中生代，由於地質運動嘅頻繁，黃金礦物慢慢從海底遷移到地表上面嚟，從而形成咗金礦田。近年嚟啊，內蒙古地礦勘察隊亦都喺境內發現咗眾多嘅金礦，並且製作金器所用嘅黃金喺自然界當中大多數係以單質嘅形式存在嘅。因此我哋可以知道，即使冇金礦開採，大家亦都可以揾到適合嘅黃金原材料啦。2000幾年前豐美嘅草原慢慢已經消逝咗啦，而家取而代之嘅係俾流沙覆蓋，大量嘅沙塵掩埋，應該會大大降低大家發現呢啲古文物嘅機率啦。但係呢啲精美嘅青銅器呢，似乎係不甘寂寞噶，並且呢啲青銅器發現嘅年代比金棺發現嘅年代啊要早好多嘅。大约是在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就是在中国的长城沿线地带，发现了很多呢这种具有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特征的青铜器。发现之初呢，根据考古学发现的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惯例呢，就把它命名作绥远式青铜器，或者是鄂尔多斯青铜器。它就是因为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数量最多，而且最具集中，分布最集中，而且呢最具特色来命名的。通過對金棺造型嘅研究，專家發現金棺上面嘅鷹同老虎嘅圖案呢，同青銅器上面嘅圖案係屬於同一類型嘅文化。佢哋嘅主人好可能係存在住某一種嘅聯繫，並且通過對出土文物嘅分析，佢哋係屬於同時期嘅歷史產物。鄂爾多斯青銅器一經發現，並以其獨有嘅特徵，迅速咁吸引咗國際考古界嘅關注。當人們將目光集中喺呢件青銅器嘅時候，就會發現呢啲青銅器同以往喺中國其他地方所發現嘅青銅器截然不同。都是青銅器是從北方系青銅器裡面，鄂爾多斯青銅器有另一種風格，它主要是以動物為主。小型動物呀，大型兇猛的動物呀，鷹啦，這個老虎啦，這個是這個鹿這類些東西，他很崇拜這些東西。那個鳥啊，他也是愛好的，鷹啦，這個是。所以他那個鄂爾多斯青銅器特點就是沒有那個中原地區那個青銅器的概念去背。喺鄂爾多斯青銅器博物館入邊收藏嘅文物當中，分別為飾品、生活用具、兵器、車馬具4大類，其中最吸引人嘅就係種類繁多嘅青銅短劍啦。中國嘅劍文化源遠流長，劍從傳統嘅冷兵器嘅百刃之首發展成為代表住正義、智慧同埋權力嘅象徵。但係喺大家嘅印象當中，劍始終係中原文化嘅典型代表嚟嘅。而作為游牧民族嘅匈奴民族嘅劍，又會有住點樣嘅用途同埋寓意呢？對於一個馬背民族，一場戰爭嘅勝負關係住自己民族嘅存亡。經過研究，專家發現大多數鄂爾多斯青銅劍劍身好利嘅，而劍柄咧則好厚重。咁樣做係方便佢哋握持格鬥，實用性極強。但係仲有一啲青銅短劍嘅觀賞性係大大高於佢嘅實用性。咁又係點樣一回事呢？那麼青銅短劍呢，在
早期它是一个年轻武士地位的一个象征，分别是由剑首、剑柄、剑身、剑阁4部分组成，其中剑阁、剑首以及剑柄都有长远的长足发展，但是剑身始终没有发展，这是为什么？对于一个马背民族来说，那一场战争至关着自己的民族的存亡。那么这个据学者这个推测，第一是中原民族农耕文化，它呢帝王制约了重金属对北方草原的输出；第二呢，体现出来我们这个草原马背民族的年轻武士骁勇善战、敢于近身肉搏的一个精神，体现出了他们高尚的民族气节。鄂爾多斯青銅器係以匈奴為代表嘅中國北方早期畜牧民族嘅文化遺產。佢唔單止係中華文明嘅重要組成部分，而且係以阿爾泰藝術為代表嘅歐亞草原遊牧民族文化。由此我哋可以得知啊，早期嘅鄂爾多斯草原呢係一個民族大包容嘅社會嚟嘅，並且喺20世紀30年代被稱之為西番片嘅鄂爾多斯青銅器，慢慢咁流向海外啦，而且一度成為咗世界各大博物館同埋海內外收藏家夢寐以求嘅收藏品啊！然而，關於鄂爾多斯青銅器嘅出處，就一路係學者爭論嘅焦點噃。由於匈奴民族係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然而佢哋喺鍛造金屬嘅時候，需要一定嘅工具、一定嘅設備。好顯然，遊牧民族獨特嘅經濟形態以及生活方式，並唔適於進行大批量嘅金屬冶煉同埋製造。使用鄂爾多斯青銅器呢，都是北方早期匈奴民族。按照一般的推测呢，因为早期北方匈奴民族它是逐水草而居，这样呢，他们的生活习性决定了他们不大适合就是进行青铜器的冶炼铸造这套工艺。所以呢，很多人提出来说，鄂尔多斯青铜器啊，它應該是中原地區的工匠做好以後，大部分呢是一種以物易物的形式和北方民族進行交換，這樣形成的。並且喺一啲鄂爾多斯嘅青銅器當中，專家仲發現咗喺一啲青銅器上面分別刻有漢字。鄂爾多斯青銅器真係唔係匈奴人自己製造嘅？根據我們的研究呢，因為在鄂爾多斯青銅器裡面呢，發現了好多這些動物的石牌。它的刻畫呢，非常非常的生動，造型非常非常的精美，而且呢，非常的貼近生活氣息。這樣的飾品呢，不可能是一個對一個草原文化不熟悉的人，由這些民族來製作的。所以我們通過這一點呢，推測呢，說鄂爾多斯青銅器它很有可能就是由北方早期的那個匈奴民族他們自己那個製造的。除此之外，喺呢啲青銅器出土嘅時候，仲伴隨住大量青銅器鑄造工具、石塊、青銅塊。由此，亦都增加咗鄂爾多斯青銅器係由匈奴人自己鑄造嘅可能性。而且呢，在鄂爾多斯地區呢，也發現了鑄造青銅器這種銅範，這就是那個冶煉青銅器的乾鍋，這些呢，就為我們這個論點呢，就提出了一個更加保證的根據。呢啲鑄造用嘅石塊小巧精緻，便於馬上攜帶，顯然係匈奴人為鑄造青銅器而準備嘅。而對於嗰啲刻有漢字嘅青銅器，楊澤蒙認為啦，佢哋好有可能係中原王朝為咗早期北方民族而製造嘅饋贈品。關於鄂爾多斯青銅器鑄造嘅問題，去到而家似乎有個答案，但係圍繞住鄂爾多斯青銅器仲係有住好多暫時冇辦法回答嘅疑問。譬如講啦，人想要加工並且使用青銅器，首先要有礦床至係㗎，更加需要加工原料同埋冶煉金屬器物嘅基地。而喺鄂爾多斯地區並冇開採銅礦嘅歷史記載噃。咁鑄造青銅器所需要嘅原料從邊度嚟㗎？嗱，其實呢啲疑問咧，根據現有嘅考古經驗，考古學家暫時都冇辦法得出一個好確切嘅結論，所以話仲有待更進一步嘅研究啊！去到謎底揭開嘅嗰一日，我哋會喺第一時間為各位追蹤解密嘅。好啦，今期節目就到呢度啦，下期再見啦，拜拜。